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气味，无论我们闻上去有多么相近，但其实每个人的味道还是不同的，和指纹一样，独一无二。近年来，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，人类隐含的气味语言远比我们所认为的要丰富得多。研究发现，每个人的气味都是独一无二的，甚至连同卵双胞胎的气味也不会完全一样。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嗅觉。更重要的是，气味从我们的身体中飘出，进入我们的鼻孔，是一种信息量丰富的隐性语言，帮助我们建立牢固的家庭纽带，让我们互相吸引成为伴侣，也让我们感知和避开危险、疾病和侵害，甚至让我们能够嗅闻感知到他人的幸福。随着这份研究的发现，关于厉鬼讨债为什么总能找到债主的问题答案也随之而解。因为鬼来认人，不是通过看你的长相来的，因为你轮回后长相会变，时而好看，时而难看，但是你的那种专属的气味是不会变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是不是自己的过去的仇家？一闻味道就知道了。这个气味是只有灵界可以闻到，不是人类鼻子可以闻到的，所以你喷多少香水也是无用的。但其实人类的鼻子也可以闻到一个人的身上的体味，不过这个体味是结合人的肉身及业障而形成的。有的人身上有一种油乎乎的味道，有的人有一种腥臭味，有的人则比较清淡，有的人甚至还带有一种花香。基本上业障越重的人体味越重，业障越轻的人体味越轻。根据业障的轻重，可以将之分为以下几种情况：一、刚从畜生道转来的人，这类人身上一定是很臭的，有的甚至可以闻到他是哪个动物转来的味道。有些人呢，一个阶段臭，慢慢的又好了。有些时候是因为给他带来这个臭味的债主因果走掉了，还清了，人就干净了，不臭了。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动了手术，你动了除臭的手术，虽然从表面来说，那个人类可以闻到的味道是去除了，但实际上你人为的破坏了身体的自然反应，在灵界你的味道却仍旧闻得清清楚楚。而且动手术去臭的方式大多是破坏汗腺，会阻碍人体的正常排毒，会使毒素积聚体内不能排除，这就是未来癌症的隐患。二、体味很大的人，这类人基本上不是刚从动物转上来没太久，就是身上背负比较重的杀业，某个或者某一批债主正在他身上。这个味道并不是一个人的标识性味道，这个味道它会改变，这个其实是因果的味道。你若好好修行，慢慢的身上业障清掉一批又一批，内在的味道就会越来越轻，甚至会慢慢出现花香、天香、禅香。这种味道先是灵界闻到，再慢慢的连你身边的人也会闻到。当然若是身边的人业障很重，他就会无法闻到你这种修行的好味道，他们只能闻到你喷香水的味道。修行的味道其实不是靠鼻子闻的，而是靠一个人的感应去闻到的，这种闻是很特殊的。你有在好好修行，慢慢就会感受到你身边人身上的味道，到底是业障的味道，还是修行功德的味道，你会很清楚。很奇怪的，你修行修得好的人，就算吃大蒜、吃洋葱，这个味道也会很快散掉，不会留在身上。你修得不够，业障缠身的，这种味道就会留存，甚至混合成这个人的体味。这种味道如果形成一个固定气味围绕在身上，就会形成磁场，这种磁场是不好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佛陀把大蒜、洋葱、韭菜等也列入荤腥。这种气味是会破掉一个修行人的清净，增加欲望的。但是如果你修得好，气脉很通畅，那就没问题，因为吃下去很快就自己会散掉。三、很重的烟味，这也是对一个人来说很不好的磁场，它会招惹生病的磁场，就好似每天你都在向世界中的病毒呼喊，来吧，我要生病，请让我生病吧。于是你的磁场中会积聚越来越多的病气。四、血腥味，排除这个人当下确实是在出血的情况下，一般比较可能是因为这个人有杀业，债主已经知道他，并且开始索命了。
4. 狐臭味，基本上这个人从动物道刚转上来没太久，而且前世很可能是狐狸或者其他犬科类动物。当然也有少量人是因为当下身上就是附着这类动物灵。不管如何，这类人的欲望通常会比较强，不一定他什么都要，但是一定会在某方面有特别执着的地方。5. 骚臭味，好似刚从鸡窝猪圈里爬出来的味道。这种人好多都是刚从猪或者其他次等哺乳动物转上来，这类人会比较贪，或者比较暴躁，目光也比较短浅。6. 修行人的味道，修行入道一段时间后，人身上的气场会发生变化，所发出的气味也会有所不同。这种味道绝非沾染在衣物上的香火味，而是由人体毛孔内散发出来的味道，多以檀香、沉香味为主，也有中药味或其他异香。当一个修行人的身上发出这种异香，说明此人已经有了一定修为。所谓的修为，未必是传承了多少高超的法术，而大多数来源于其德行内在。修为高的人可以做到心如止水，使自己的身体成为神界的载体，而那些香味其实是修行人元神归位时发出的味道。其实若真心清净，我们总能闻到空气中传来不同的味道。有时候在给祖师爷敬香时，偶尔会闻到浓浓的中药味，有时候在与高道大德聊天时，能闻到他们身上发出的沉香和檀香味。当我们在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旁边闻到檀香味，说明此人将有仙界童子前来接引，不必经历阴曹地府、黄泉路奈何桥，直接超生仙界。这种人是修为很高的人。很多人的身上也许永远没有缘分发出这种异香。当我们在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人旁边闻到一股浓厚的泥土味，说明那人即将被鬼差锁了前往阴曹地府报道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无论是否皈依佛教，若不好好修行，也许我们都会被鬼差锁了，到十殿阎王面前秋后算账。7. 腥臭味，排除这个人确实是从事捕鱼业之类的工作，很可能是因为刚从蛇、蜥蜴类动物转上来，没有很多事，这类人内心会比较自我，相对自私一些。当然，这里只是举例，没有绝对一说，因为在轮回中，因果和因果之间的碰撞太复杂了。总之，我们今天有缘佛法，就好好修行，努力把我们身上业障的臭味慢慢变成修行功德的香味。此外，还有很多人身上有香味，不是脂粉的味道，而是天然的香味，有的如花一般清香，有的浓烈一些，有的清淡一些，这也是一种记号。这样的人若不是大修行者，就是刚从天道转世下来不久，所以仍保持着天人的香味。但如果不好好修行，几次轮回之后，业障就会使这种香味散去。关于身上的异味，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去驱除身上的异味。方法有多种，小编在这给大家罗列了常见的几种。1. 一定不能杀生，尽量吃素，可以先从3净肉开始，因为动物在死亡时会惊恐，产生毒素，你吃了它的肉，毒素就转到你体内了，所以吃肉过多的人，身体里有腐肉的味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异味本身就是业障的一种形式，业障得到了平衡，这种外相自然也就跟着消失了。2. 心里一定要慈悲，不要起嗔恨心，心态要摆平。发怒10分钟所消耗的能量等同于长跑3000米。你要想想，发怒时人体本来就分泌毒素，这些毒素进入血液，破坏我们的细胞，细胞腐败得多，像臭水沟的垃圾一样，自然会有臭味。内心要保持欢喜、平和、慈悲，多念佛拜佛。修行人为什么能比世俗人看起来都要年轻呢？因为他们做到了吃素、慈悲。如果你也做到了，你身上就有香味了。3. 诵经持咒，佛经的加持力不可思议，很多时候是业力在指使我们喝酒吃肉杀生，自己控制不了，那么你就试试每天诵几部经吧。4. 使用破秽天香水、大杯水与甘露丸。这破秽天香水中有特殊的天香，能够破邪与晦气，
而大杯水甘露丸都是清净我们身体非常珍贵的宝贝，长期服用后自然能有所改善。但这个方法其实也是用外在的一些法门与宝贝来帮助我们消除业障、破除晦气，最好还是配合念经持咒去回向，两者相辅相成，自然功力加倍。说到底，只要能好好修行，精勤受戒，慢慢的身上业障清掉一批又一批，内在的味道自然就会越来越轻，甚至会慢慢出现花香、天香、禅香。这种味道先是灵界闻到，再慢慢的连你身边的人也会闻到。到了这时候，恭喜你，你不仅驱除了身体上的异味，而且修行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